好，那我们接下来提到，凭什么那些人可以发展破坏掉、突破这个 Abby 所创造出来的所建构起来的光学显微镜的 resolution， 然后他们凭什么可以拿到诺贝尔奖 ？OK， 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提到几个技术叫 step、dissolve、palm 跟 stone 这几个字的缩写。我不会去考你们这个 stand for what。因为有的时候他是硬要凑这个字，什么 stone 就是要凑这个 stone 这个字。那个你如果看它一个一个字 ，doesn't make any sense。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它的原理跟它的特性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到时候越来越多的 institute 开始都有这些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你就一定有一天会用到它们。那你要知道它的大致上原理是怎么样，你才可以知道什么东西适合用什么东西去排的。OK， 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实验为什么做不出来，或是 sample 排不出来。OK。好，那是这三个人呢 ，Eric Baptiste 跟 Stephen Hell 跟 William Moynier 这三个人呢，就因为他们的贡献在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在2014年他们就拿到诺贝尔奖。OK，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 STEP， 它是 stand for 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Microscopy， 它可以让翻成中文就是什么？它可以让我们刚才提到的 emission light 可以让它 deplete 掉，可以让它消除掉。部分消除掉，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一个 super resolution。我等一下会解释是什么东西。OK， 第一个，我们刚才是不是提到了，我们能够聚焦最小的就是220 nanometer， 而这一轴更惨是520 nanometer。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 sample 生物的 sample 是长这个样子，可是你今天能够聚焦点200 nanometer 就是这么大，你看过去你看不到这些纹路的，你看过去就是一个雾的点在这个地方，它就是雾的。因为你没有这样的 resolution， 可以看到这不一样的线条 ，OK？ 可是呢，要怎么样可以增加 resolution？ 就是你今天如果可以让这个有效的光点可以缩到更小，有效的激发光点可以缩到更小，你当然就可以直接亮出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让你的 resolution 增加，你就可以看到更细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那怎么样做呢？它会用到一个原理，我要先跟各位讲，就是 step。第一个，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有 STEP 这个东西，所以你压根也不会有那个灵感想出来这个东西，除非你被雷劈到，或是谁托梦给你，没有这种事情 ，right？ 所以你要拿到诺贝尔奖，你还必须要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你还要有那个灵感去想的这件事情，你才会拿到诺贝尔奖。OK， 好，第一个我刚才提到 excitation 还有 emission light， 但是呢，在光学上面，我可以跟各位讲，我这边没有非常非常懂，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给它打一个另外一个性质很像的光，比如说它 emission light， 刚才是有一个风，都是这个 emission light，right？ 只要是任何一个这上面会产生出来波长的光，都会是跟它性质很像，在这个地方的定义。所以这个地方只要打一个 stimulated 的 emission light， 跟它性质很像的光的话，它会把这个东西消除掉，全部变成它。这有点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这个荧光分子，你拿了一个能量球，很不稳定 ，OK？ 这个时候有一个可以推动它的，跟它性质很像的一个能量过来，它会把这个能量球带走，然后我就变成没有能量，所以我会暗掉，我不会发光，然后呢，变得全部都是这个 stimulated 的 light， 它会吸收它的能量到它，所以变得这个地方会加上。它这边的 excitation 的能量都会灌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个分子它就变成 ground state。你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再讲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今天如果打一个跟它性质很像的光，就会是这个 stimulated 的 emission， 它会把它的 emission 去除掉，它会把能量吸收变成它。所以如果是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话，这边它的 emission light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今天打这个波长的光也可以。你打这个波长的光也可以，你打这个波长的光也可以，它全部都可以变成是它的step 的 laser 的 light， 它都会把那个光吸收变成，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打一个550的光，它就全部都会变成550的光，不会再520的光。你在这个地方你打这个地方的光，比如说600的光，够强的话，它就把它全部吸收变成600的光，再也不会有520的光。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刚才提到那个 cube 是怎么样？你的设计用来打出488的光，然后吸收520的光 ，right？ 可是它如果全部被吸收变成到600的光，你用520的那个 cube 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你本来就不是设计给看600的光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今天只要设计你的滤片组是打480的光，然后吸收看520的光，可是如果它都转换成别的波长的光的话，你就会看不到它。OK， 那它怎么做呢？所以这个 step 是通常来说我们会打592的光。我这边先跳掉，所以他想到的做法是什么？这个是已经知道的光学上面的原理。你今天打一个性质像的光子的话，你就会把它的光子激发的光子都吸收过来，那它就不会有那个激发的光，它就回到 ground state。那他就先打了 excitation light dichrome mirror 打到你的 sample， 这个小点你再怎么小就是没办法，就是200 nanometer。可是他这个时候用一个 mask， 打出一个什么 donut shape 的 stimulated 光，同样在同样一个位置打过去，中间没有哦，只有这个地方有，它一样也是雾的。可是你雾的盖上这个雾的，最后交叠下来什么？它最后这外面的光都会被这个 donut shape 盖上去以后，它就被取消掉。外面的光是不会有效的产生出 emission light， 所以它只会有效只会剩中间这个 donut shape 空洞的地方。你知道国外卖那个 donut 还会有中间那个去掉那个中间那个洞，还会卖那个小面包吗？台湾没有。在国外还会卖中间那个洞的，对，我还蛮喜欢吃中间那一个洞，对呀、OK， 就很喜欢吃这个，对 ，OK， 就是这样去除掉，最后你有效只会剩中间这个光，所以他们都一样用这个 dichrome。你看你们现在就会慢慢的，这堂课之前，你看这张图，你一定不知道在看什么，可现在开始用那个最简单的做法，你就可以看得懂为什么它可以做出来这件事情，一起照下去，然后呢，本来这么大的一个有效光，你今天盖掉了一个 stimulated laser 把它盖掉，最后只会发光，只剩中间这个点。OK， 所以它就是要打出另外一个 stimulated 的光。那你在选择的时候，这边所有都是不一样的 emission light， 不一样波长的、不一样染剂的 emission light， 你都会。我回到刚才这一个图，我会打在这个地方 stimulated light。理论上，它所有的 emission light 我都可以打，对不对？可是你觉得我会打在这个地方吗？为什么要打在最边边？为什么不打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打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想？好，为什么我这个2，为什么我今天不选2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不选3这个位置？2为什么不选2的位置？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想得出来吗？我今天要远离这个波峰，然后到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今天打一个525的光，我的 emission 的那个滤镜，它很有可能还会收到前后20 nanometer 的光，那我瞎掉。你一个雷射就直接把它 emission light 整个都盖掉，你就看到一大堆 stimulated 的 laser， 因为它就打出那个波长的光。所以我的滤片不会只收到这个，我滤片通常会收到这个区间。OK， 那如果你今天太靠近你的 emission light 的那一个滤片的话，你的这个光就会全部被我收到，然后你就一片雾，你就整天一直看到一个 donut shape 在那个，然后为什么我看到都是很多的甜甜圈在那个地方？不行，你不能够看到 stimulated light， 你的滤片组不能看到 stimulated light， 所以你要闪远一点。你更不可能放在这个地方，它会变激发光，好吗？因为它打下去，它就变一个 donut shape 的激发光，因为它就开始 overlap 到这个地方，所以最后的你要跟它有性质一样，要让它不会变激发光，又不会让你的 emission light 的滤镜看得到，就是离它远一点到这后面来。OK， 但是这边的光其实很少，所以你今天就要用很强的这个592的光，慢慢的跟它们 compete 掉，然后慢慢把它的光全部吸变成592。你的滤片组是看不到592的，这是为什么它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激发光或是发散光。OK， 所以呢，接下来你就会看得懂为什么你今天是拍这些绿色的荧光，绿色的很多分子，这很多它的 emission light。你都不会选在这个地方，你都会选它波长再长一点的592来当它的 stimulated light， 就是离它边边
这边你看它这下来的地方，我就沾到一点点，下来的地方沾到一点点，下来的地方沾到，绝对不会选它波峰的地方去放我的 stimulated light。那如果今天是橘色或者红色，我就选到橘色的我就选这个地方，红色我就选这个地方。我如果绿色的呢，我选这个地方，这已经没有东西了，它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我一定要沾到一点点，懂吗 ？OK， 它才可以有效的去除掉它的 emission light， 又不会被我的滤片组看得到 ，OK， 也不会当成激发光 ，OK， 所以这个也会考哦，啊，你要怎么样选择哪一个 stimulated light 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OK， 好，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呢，他就慢慢的用一个小点，然后开始 scan 这个 sample， 最后他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好的 resolution 的一个 sample。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左边呢就传统的显微镜，右边就是它是放很多荧光的小 bits 小珠珠 ，OK， 他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我每次看他们发 paper 发这个，我都觉得他故意把传统的显微镜拍得特别烂。大概没对到焦的感觉，然后这个就特别烂，然后就这样才会对比，哇，可以这么清楚。但传统的也没这么烂呢。对，我们实验室显微镜用传统还是可以拍的不错，绝对不会这么烂。对，反正就 step，OK， 可以拍的非常，因为它把那个点做得非常非常小。好，那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的东西，要跑出来到细胞外面，它要穿过什么东西？它穿过什么样的结构？来，核孔 （nuclear pore complex），NPC 不是那个电脑里面那个 NPC， 是 nuclear pore complex。OK， 它就要穿过这个洞，它洞就长这个样子。OK， 它就要从里面跑出来。OK， 然后呢，它的放大来看，它的结构长这个样子，它外面有好几个。再放大来看呢，这电子显微镜上面看到，从侧面看的时候，这是核膜，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孔。OK， 然后这旁边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组装在一起，6、7、8个这样的东西组在，它中间有一个洞，这中间的洞呢还有很多蛋白质在那个地方，顺便提到一下，我有时候就会歪楼顺便提到，它这边都是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呢，它是有点像意大利面，带很多的负电啊，所以你的 RNA 啊或者 DNA 啊流出去的，它都要经过这个洞，然后它就是分子量比较大的，它就穿不过去。或是带一些电性的，它不见得也穿得过去。它用这样来筛选谁要进去，谁要出来，谁不可以进去，谁不可以出来。OK， 好，那这个结构呢，卡通上面画这个样子。你电子显微镜底下，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一个的洞。哦，这核膜上面蛮多洞的。OK， 然后 again 又来一个很烂的传统的显微镜，就看到这样，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雾的一个东西。可是呢，如果用他们的显微镜呢？做这些，它都要先搭配一个非常烂的显微镜，对，才可以凸显它们的好。他就看到，哇，核膜上面就真的有看到这样一个一个洞，不是这样雾的，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你再把它放大来看，你真的可以看到它旁边这些几个分子架构起来这样一个结构。OK， 还可以算那个洞多大。OK， 这个洞差不多是120 nanometer。相信我，这一些长度，为什么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些大小、这些长度？这是重要的。我们到后面上很多的课，这些东西都会，你基本上不用记太多，就是1个 millimeter 等于1000 micrometer， 1个 micrometer 等于1000 nanometer。OK， 对，就类似这样。所以这个是整个细胞呢10到20 micrometer， 但这里面的结构很多的时候就是100多 nanometer 左右，这已经低于200。为什么他要选 NPC nuclear pore complex？ 因为它低于220 nanometer。你传统显微镜是resolution 是不够的，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看到这些东西。OK， 好，那还可以看什么？这是 neuron cell 神经细胞，它上面这神经细胞上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突触 synapse。这 synapse 就是别的 neuron 会用它的 axon 接到，这个叫突触啊 ？synapse 中文是什么？突触极，我忘记它中文是什么。axon 是轴突，然后 synapse 是突触 ，OK， right 是吗？对 ，OK， 好，我有时候会忘记中文哈，就是它的别的人神经细胞呢，它会接收到这个突触，碰到它的突触，然后释放很多神经传导物质，它就会接收到，它就知道它上游是谁来了。这个突触很小，就一个小香菇在那个地方，差不多500 nanometer，
你今天也可以用这样的显微镜可以看得清楚 ，OK。然后你甚至可以放大来看到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可以，你今天可以把这个老鼠的脑袋呢，把它这个毛刮掉，然后再头掀开来，然后可以直接压一个显微镜在它头上面，然后可以看到浅层的这些细胞，浅层的神经细胞，厚度没有办法太厚。因为光我刚才提到，它能穿透的深度差不多就是20到30 micrometer， 再下去光就开始散射，你是对焦不到，所以它是可以看得到这里面的老鼠的神经细胞就可以开始在那边动，活的 ，OK， 也可以看到这个香菇就是那个 synapse， 然后它的这个脖子 synapse 的 neck 都可以看得清楚 ，OK，resolution 是非常非常好的 ，OK。好，那刚才提到是一个 XY 轴的一个 donut 去盖下去，然后让你可以中间会变得是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光点 ，right？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你的 Z 轴这个 blur 的这个光晕更大？那它就第一篇发了以后，那第二篇你可以想到可以做什么？我今天可以这样照下去，然后盖掉 XY 轴的一个光，我也可以从侧面打，我不就可以？我这样打过去，剔除掉这个，最后不就只剩下这个中间这个东西？所以他就做另外一个 3D 的 step。那它这些都是光路你不需要去画这些东西，你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反正它的 step 有 XY 的 step， 有 Z 轴的 step， 然后最后光路呢，它就从角度这样去打 ，OK， 然后最后就会从 Z 轴一个这样贯穿过去，然后另外一个这样贯穿过去，所以它最后就可以剔除掉剩最后一个中间的非常有效的一个点，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我们 excitation 的 light， 它是有光晕的。光晕如果这个是 XY 轴，现在这个地方是 XY 轴，这个是 Z 轴 ，OK？ 你的 sample 是这样看，这个是 XY 轴，那你的这旁边呢，上下就会有比较多的光晕，然后这边也会有光晕 ，OK？ 那这个时候呢，你今天给它一个在 XY 的一个 donut shape 的话，你就可以剔除掉这两个地方，然后这边会是 zero。另外一个呢，你再用侧边的 Z 轴的 donut shape 过去以后，最后它就会这两个加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它就会剔除掉，只剩下中间这个有效的光点。OK， 那你就可以用来看什么？本来是这么大一坨东西，其实它因为你知道你荧光的那个小珠珠，你可以先用电子显微镜去看说它是大小是多少。OK， 它理论上的大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可你拍照都会变这个样子。可如果你今天用那个 3D 的 step 的话，你就可以照出来长这个样子 ，OK， 就可以是它真实的样子。那它用来看什么东西呢？粒线体。一个粒线体呢，它的长度，通常粒线体有圆的也有长的，长的差不多宽的地方呢是1 micrometer， 长的地方 depends 有1到10 micrometer 都有，所以这个厚度其实只有1 micrometer， 其实是非常非常薄的 ，OK。那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先 focus 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到粒线体膜的地方它有 label， 然后往下 Z 轴往下130 nanometer 也可以看得到，跟这个长得不一样 ，right？ 如果你今天 resolution 是一样的话 ，resolution 不够好的话，你拍这个跟这个是一样，可是你今天在 Z 轴往下一点跟往上一点 signal 是不一样，这表示它在 Z 轴这边的 resolution 是够分得出来上面长什么样子，对焦的地方长什么样，在下面长什么样子。OK， 它的 resolution Z 轴的 resolution 是够好的，所以它就可以叠出来一个立体的 mitochondria 的一个丑八怪在这个地方。OK， 你们有看过 mitochondria 吗？有亲眼看过吗？有没有加入实验室看过？那你们怎么确定真的有 mitochondria？ 会不会我们全部人都在唬烂你？会不会？对，所以现在已经大3、大4，但是还是加入实验室，你才知道我们有没有骗你。当你亲眼看过 mitochondria 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没有在骗你们。对 ，OK， 好，再回来这个地方。好，那其中一个 step 的 drawback 是什么？我们刚才就是要挑远一点的光，然后打出来这个 step 的 laser，right？ 要想办法把它吸走。你要把那一点点，它的 efficiency 其实非常非常差。离它的这么样波峰已经这么远，你还要这样打，你要把它吸走，你要用非常强的 step 的 laser。你这个 step laser， 你是真真实实的照在你的 sample 上面，这些对于那些 sample 都会有热，都会有所谓的 phototoxicity。虽然它剔掉 emission light， 但是它都会对你的 sample 造成 damage。所以这是它的 drawback， 就是说它可能会对 sample 造成 damage。
OK， 所以他就想到别的方法，怎么样去创造出别的方法，然后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呢，可以不用 step 的 laser。OK， 我们或者换句话说，有没有办法用别的取巧的方法呢，让它 emission light 不会发光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扯到这个是一个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我该不断举例的一个绿色荧光蛋白质的蛋白质结构。它呢，从侧边看就是一个筒子，有很多的 beta strand 筒子，中间你如果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些我们叫做 chlorophore 发光团，这几个氨基酸才是它真正能够发光关键的氨基酸。这3个，好吗？外面呢只是保护它，然后变成是一个立体结构的地方，中间这几个才是关键的地方。那科学家呢就想办法把这3个氨基酸一直换，一直 mutant， 一直换掉不一样，就他做出来什么东西？第一个，他做出来不一样颜色的荧光蛋白质，那个人也拿到诺贝尔奖。OK， 就是说他今天可以你改变他的氨基酸以后，他就开始去吸收不一样波长的光，跟发散不一样波长的光，他就可以变成不一样的荧光蛋白质。最后他也拿到诺贝尔奖。OK， 另外一个什么？他还从这中间发现说有一些很特别的特性的绿色荧光蛋白质，一个叫做 photo switchable 的 GFP， 就是你今天打光跟不打光，你可以让它亮或是不亮。如果你今天呢，它原本结构是这个样子 off state， 你今天打400 nanometer 的光，它会亮起来，而且会一直 keep 是亮。可如果你今天再打一个488的光，它就变暗。所以你今天可以打一个光亮起来，一直是亮的。你再打另外一个光，它才会暗掉。OK， 所以你今天就有一个手段是不会，你可以照这个地方的光，它会亮；照这个波长的光，它会暗。那你大概可以想到要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打一个400 nanometer 的 excitation 的中间那个圆圈，然后打一个488波长光的 donut， 最后你就可以剩这中间还是亮着的地方，然后最后你就会让你的 excitation 的光就是可以比较的小，而且你今天打这2个光呢，这2个光都可以极低、超级弱的光就可以让它发光，跟让它不发光，非常非常弱，跟 step 比大概是我觉得有至少1000分之一的光，或是10000分之一的光，可以非常非常低的光。OK， 那这个是他拍，所以他就可以拍很久很久你的 sample， 因为他就用很微弱的光，所以他对这 sample 的 damage 可以很小，他就可以拍2个小时在脑袋里面啊这些 neuron 的 morphology 是怎么样变动。OK， 好，这个是 step。刚才这个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resolved reversible saturable optical fluorescence transition。Again， 不要去记那些鬼东西，那个全名，你就 resolve 就是一个 photo switchable， 让它有发光跟不发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好，那我们接下来提到另外一个 Eric Baptiste， 他有来过生医院，几年前有来过生医院。OK， 他就是发明了这个 POM， 它全名叫做 Photo Activated Localization Microscopy。那他怎么做的呢？有另外一个GFP 叫做 Photo Activated GFP 或是 PA GFP， 平常的时候是 dark 是不亮，但你今天如果打一个 UV light 的时候，它就会发光，它就会发绿色荧光。然后呢，它这个发绿色荧光的强度呢，跟你打 UV light 的是成线性关系的。你今天打一点点 UV light， 它只会发一点点的 GFP； 你今天打很强的 UV light， 它就会发很强的 GFP。所以这个中间我们聚焦的时候，本来还没打 UV light 的时候，它是没有光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聚焦很快一打，就这个地方会亮。OK， 然后这边用的技术是什么？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single particle image 的技术，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是传统上 again， 这也是一个传统上面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荧光的技术，可是他就是想得到要用这个东西。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发展出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没有教职的，他家里蛮有钱的。那个 Eric Baptiste， 然后他就到处玩，到处想，然后他是在他自己的客厅有了这个 idea， 然后他是在他自己的客厅做出来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就拿到诺贝尔奖。对 ，OK， 很酷。好，所以呢，他怎么做呢？因为他知道 single particle image 是怎么做。single particle image 就是你今天要用很弱的光去激发你的 sample， 然后它只会让一个 particle 吸收到那个 energy， 然后它会亮起来。
非常弱的光，所以呢，它先照下去了以后，打非常弱的光以后，它就会有几个亮点亮起来。所以你要用非常 sensitive 的 camera， 你才可以拍到这些东西，它就亮起来。亮起来以后，它会在那个地方保持不动。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再做一个 bleaching。有另外一个光的概念是什么？你今天再用强一点的光去照它的时候，它的荧光就会变暗。你今天用一点点光打的时候，它会亮起来。刚才 PA、GFP 会亮起来，但这个时候你用强一点的光，你就可以把它 bleach 掉，它就变暗。分子还在，可是它就变暗。这个叫 photo bleaching。OK， 然后呢，你把中间这些，因为你那个 energy 只会让一个 single 的 particle， 一个荧光分子的 particle 会亮起来，所以它就在。而且它一定是 come from 那一个光晕的正中央，它不会是歪的。你今天产生出来光晕正中央一定是那个分子产生出来，不会是歪的，所以它就标定这正中央的位置就是那个分子。bleach 掉以后呢，这个 mark 还在，实质还在，它再用下一次 round 的非常弱的光再打一次，然后再标下一个，然后不断的一直照光 bleach 照光 bleach 照光 bleach， 一直这样 cycle， 最后它就累积越来越多。这些实质，然后最后它就会把这个实质所以排出来，就会是长你生物的 sample。OK， 比如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荧光显微镜，然后这个就是它在做的 photo activation， 你就看到它不断的一直要闪烁，一直 bleach， 一直闪烁，一直 bleach， 然后它就一直记那个实质的位置，它记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把这些实质用电脑记下来。你放大到最大的地方呢，其实是一堆实质，并不是 signal。然后最后。它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又是传统很烂的显微镜，然后这个是 lysosome，OK， 你可以看到它的样子，就这个放大来看，全部都是实质，没办法再放大，你再放大就会看到一堆实质，莫名其妙的 signal 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得到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的一个方，这个 resolution 极好，非常好，可以到10 nanometer 到20 nanometer 左右 ，OK。非常非常，因为你放大来看就是实质 ，OK， 但是等一下会有可以到1到2 nanometer 左右的另外一个技术 ，OK。好，这个就是 Eric Baptiste， 然后这是他当初他家里就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真好，对，他要买这有的没的东西啊，全部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家里组了一个光学桌，然后就验证他的这个 idea 是 OK，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 science，OK， 说明他可以得到这一件事情 ，Yeah。不过他也有 engineering 的 background， 这是为什么？你如果有这些跨领域的，然后你又有灵感，你不要太局限自己，好，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好吗？好，那再提到另外一个用的方法，其实非常非常像，它叫 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这个 Stone 呢，用的方法跟 Palm 非常非常的像，可是呢，它不许刚才 Palm 的缺点，你觉得是什么？它只能够用 photo activated 的 GFP， 它不能够用别的，它就只能够这样去 shine line， 然后打它，它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第一个，它不用 photo activated 的 GFP， 它可以用这个在 Harvard University 这个庄小薇老师呢，他发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 chemical dye， 在某一些的状况底下呢，你可以让它不断的 random 的 blinking。第一个，你就是 shine 很弱的光，它就会只有几个荧光分子会亮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给它一个还原剂。我们得到电子的时候叫氧化态 ，OK， 那个时候你有 energy。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它还原剂，它会把你的电子拿走。然后这个本来在亮的荧光分子它就会不亮，所以它这个 sample 一定是第一个是 fixed 的 sample， 然后它就是要泡在还原剂里面，然后去激发它，然后它就会不断的这些不一样荧光就会不断的一直在这个还原态的 solution 里面就会一直 blinking。那 blinking 就是自己去记录它亮起来的时候打一个十字，亮起来的时候打一个十字，不断的这样一直亮，你就累积起来，你就不需要 photo bleaching， 你就等着它 blinking 就好 ，OK？ 但是一定是用在死的细胞上面，不然的话，你放还原剂在你的细胞里面，它不可能会活的 ，OK？ 那它做出来非常多的荧光的这些染剂呢，都发现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again， 他本来是一个化学家。他也是知道了这些荧光的分子，它们成像的机制是这个样子，他才会想到用这个方法。但他非常厉害，但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因为这个有点是用以前的这个人方法，然后去改善。
好，那它就是不断一直亮，然后一直亮，一直亮，然后它就自己一直这样 cycle 去，它会自动的 blinking。最后呢，本来是这样传统的荧光，你看它这个比较有良性的，传统可以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实验室可以造这个样子，它拍出来就长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细，非常的漂亮。OK， 然后本来这又变坏了啊，又学坏了，因为传统的可以拍这个样子，那他们拍出来会长这个样子。刚才那个叫 Stone 的 image， 就是说他看到那个 axon 神经细胞，我刚才提到 axon 上面的 actin 居然是一个一个环，上面居然是有一个一个环，传统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个东西，要用他们的显微镜才看到这个，而这个就放在 science。OK， 好，那在这个 part 呢，我们就讲了第一个有讲了这个 step， 那它必须要用怎么样？因为它的这个 step 的 laser 会对 sample 的 damage 很强，所以它要用 photostable 的 fluorophore 的这个荧光分子，这个大家要知道。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不然的话，它没2下就 bleach 掉。OK， 然后 resolve 呢，用很类似的概念，但是它是 photo switchable 的 fluorescence， 就是那个 photo switchable 的 GFP，400的会让它发光，488会让它变暗，所以最后你这样照下来以后，它就只会中间这个地方会亮。PALM 呢，就是用一个 photo activated 的 GFP， 它今天就是用 single particle 的做法呢，让它这些亮起来，就记录它中间的这些十字，然后要不断 bleaching activate bleaching activate bleaching， 最后它就可以用这些十字堆叠起来的一个生物的这一个 pattern。那 Stone 则是用很多的 chemical 的 dye， 它本来的特性就是你加还原剂以后呢，你今天 shine light 以后，它的这些电子又被你拉走，所以它就会 blinking 在那个自己这边闪，像星星一样一直闪一直闪。所以你在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记录这些 sample。那这2个东西呢，很难做到 live， 因为你的 sample 一动以后，你原本记录的那个十字就没有意义了。你要慢慢累积起来，你可能需要花10秒、20秒才可以得到一个 sample。所以通常来说，这个都是 fix 已经死掉的细胞，不会动的细胞，才可以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个还需要放在还原态的 buffer 里面，所以这2个东西通常都是死的。那这些呢？这2个可以用在活细胞 ，OK？ 对。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有吗？还是有人用 Line 问吗？我需要看吗？应该不需要看，应该没人问。OK？ 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底下另外一个用 SIM。讲完这个东西，我们再休息一下。OK？SIM Structure Illumination Microscopy， 简称叫 SIM。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大家会最常有机会用到、最简单使用的一个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因为你不需要准备特定的 chemical， 当然你不需要准备用 photo activated 的 GFP， 你不需要用 photo switchable 的 GFP， 你不需要用 photo stable 的fluorophore 去做这件事。你今天就是用你原本一般荧光显微镜用的 sample 就可以用 SIM 去看。那它怎么样去得到用一般没有处理过的 sample 一模一样的 sample， 你就可以得到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它是要用一个叫莫尔文的一个概念。这边有没有人在玩摄影的？有吗？有吗？没有。没有在玩摄影的举手。对啊，就这样要逼你们举手，就不然的话你们就对。我曾经还问过学生的，刚才就只问说，刚才这个问题对的举手，没举手；不对的举手，有没有？那你刚才干嘛不举手？我刚才没有在听你讲话。哇，太棒了 ！OK， 好，对，好，再回来这个地方，莫尔纹是怎么样？你本来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纹路，有没有？大家眼睛应该快灰起，一个很细微的纹路。可是它这样子的对比其实是不高，但是如果你今天加上一个光栅，一个有明暗的这样一个 pattern 盖过去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出一个特定的、非常对比更强、更清楚的一个 pattern， 这就叫莫尔纹。OK， 这样光线叠下来的，而且这些东西你会在怎么样粗细的线条里面呢，盖上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线条，都有公式可以运算出来。你可以得到轻易的得到这些非常高 contrast 的 pattern， 而且你是可以 predictable 的。比如说这个YouTuber， Here we go. I'm excited about this one. 我在想，真的有人会看这个 YouTube 吗？ So I 要 built 不是上课，我也不会看。 sheet of plastic. I had a transparency in the office, and I cut out some vinyl,
and I made this. It looks like all these lines, these parallel lines, right?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take those parallel lines and we're going to play with them just a little bit. And what I have here is a circle. I just realized I had some crud on it. 对，笑点在哪里？ No, I was trying to hide it, but I have to move my hands. So I've got this. We had pizza last night. We made pizza. It does look like pizza sauce. All right. So what we have here, this is, I think they say moire pattern. I think I'm saying that correctly. Moe pattern 就是莫尔文。 E apostrophe. And what we're gonna do is I'm gonna set this on top of it, and I just want you to watch what happens. Slide the paper out with my other hand. Get this right there. Now I can move it back and forth.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predictable，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今天可 How 以 cool is that? 做出来他要的效 Looks 果。 like OK， almost like a gear spinning. All right. And what's happening is this pattern. 超脱细的 But。this could be my favorite. It's like before I do it. This here, and I'm just going to use the paper. Here we go. He looks like he's dancing. He's like, it's science time. Wh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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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op. It's science time. It's so much fun. It's science. OK enough，OK 好。所以呢，你今天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predictable 的，所以它都可以用。你只要得到什么样的莫尔文，你可以反推回去它原本的样子应该是怎么样。OK， 而且莫尔文可以给你更高的 contrast， 大家记得这个概念就好。那怎么制造出它？所以现在的它这个 sim 的做法就是想办法在你的 sample 上面制造莫尔文。它会先用 excitation light， 然后用一个类似分光的这样子一个 filter， 然后它就分成2道光，然后最后它会把这个 excitation light 用不一样的角度打在你的 sample 上面，最后交错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些纹路。OK， 那你这个地方就会亮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暗的，这个是有 excitation 的地方，碰到你 sample 就会亮起来，这个地方就是暗的，因为没有 excitation light。OK， 那这个地方的越细呢，你的莫尔纹就会越清楚，所以他想办法把这个地方越弄越细。那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就是一般的 sim， 然后如果是这个叫 saturated excitation pattern， 叫 S-sim。OK， 它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荧光强度呢，很容易会达到一个 saturate 的一个程度，就是说你如果调得很亮的时候，它不会再继续这个地方是爆亮，它就会变成说这个地方是非常 sharp 的地方，很亮，然后到旁边它就很不暗，就很暗，它这个地方就会是非常 sharp 的一个空隙。所以它把这个地方提到 saturate 的荧光的 excitation 的强度的时候，它这边是可以非常非常细，这样子的 contrast 莫尔纹会更强。所以科学家发现说，这个 S-sim 呢会给你更好的 resolution，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怎么做呢？这是原本的一个 sample， 所以它就会打那个光栅，然后它打这个光栅，它不是像刚才那个人会这样一直左右移动，然后这边嘿嘿自己笑，没有，太蠢了。通常来说，我们是很难这样去扫描的。通常的 sim 是这样子旋转，它会这样抖，再拍个5、6张，很快的拍，不，然后他就用电脑算出来原本长什么样。不，就拍个5张，所以它可以拍得很快。Depends on 你的电脑 ，Depends on 你的 microscopy，Depends on 你的这些 stage rotate 的快还是慢，所以最后它就可以算出来原本长什么样子。OK， 那比如说本来是这个又是很烂的这个显微镜，对，所以他们这些做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应该他们有一些需求要去买那个大概是5万块显微镜的那一种，因为它就是要拍出这么烂的一个影像，有没有 ？OK， 然后这个就用 sim 一模一样的 sample， 它用 sim 可以拍出来这样子非常清楚的颗粒，或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细胞核 ，OK， 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上面你如果从侧边来看，绿色的是核膜，然后这上面的这个一个红色的地方是核孔，你看不到孔啊，看不到孔，你会觉得这上面到处都是 NPC，OK，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用 3D sim 呢？你就可以看到一颗一的，它其实不是均匀分布，它其实有好多个点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核膜上面，在这个一个一个的点 ，OK， 你可以把它清楚的看出来核孔在哪个地方。好，那来比较一下，如果今天跟传统的显微镜来比 ，X、Y 轴呢是传统显微镜200到300 nanometer，Z 轴是500到700，通常就是2到3倍的 resolution 就是 Z 轴的 resolution。然后你用一般的就用一般的荧光显微镜，然后 time resolution 可以到非常非常快，你可以0.1秒拍一张。如果你今天是要看一个很快的动作的话，你就要拍很快。如果今天那个细胞爬得很慢的话，你当然可以拍很慢。可如果我是这样动的话，你就拍不到。所以你如果要拍很快的 sample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显微镜。OK， 那step 这个只是理论值 ，depends on 你的 camera。如果你今天 camera 可以每秒拍1000张，你就可以0.001秒，类似这样。OK，step 呢，你 resolution 可以到20，然后 Z 轴也可以不错，因为你可以 3D step。OK， 但它需要 photo stable 的 fluorescence， 而且它今天慢慢扫的话，它需要，因为它那个有效的点很小，所以它要慢慢的扫，这个也要很久。OK， 你要等到收集到整个细胞的 image 就要比较久。Sim resolution 没有这么好，是100 nanometer 左右，然后呢 Z 轴是370，然后 fluorescence 用一般的就可以，它0.1秒，因为它转拍很快。OK，POM 跟 Stone 呢是20到20，然后 switchable， 但它要扫描非常，因为它一直等那一些十字累积起来，最后才会有一个完整的图片，所以它非常非常久的时间。OK， 而且其实也不能拍活细胞，这个就是几个不一样的我们常见的 super resolution 常见的碰到的这些限制。OK， 好，那我们到这边先休息5分钟，接下来呢，我再讲我们最后一个会提到的，而且我觉得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家用版的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的技术。你没有好的显微镜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 super resolution 的效果？我们接下来这一堂课5分钟后就会讲。好，休息5分钟。